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武先生今年38岁，是一家健身会所的教练。25岁时就成为了健身教练，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私人教练，很多女网红都报了他的课，跟着武先生一起减肥塑身。武先生认为自己天天锻炼，身体应该很好，但是上半年体检时，结果显示尿酸值为450微摩尔每升，并画有向上的箭头。武先生表示疑惑，去咨询医生，医生说你的尿酸偏高，诊断为高尿酸血症。为什么我这么年轻，我还天天的锻炼，身体还会出现异常呢？武先生问道。高尿酸血症可能跟你平时的饮食有关，比如大量的饮酒、牛肉汤、排骨汤，这些都会引起你的尿酸偏高，医生解释道。武先生听懂了医生说的话，决定以后戒酒并少吃这些食物。医生叮嘱武先生先按时吃药，注意饮食，并于3个月后来医院复查。之后的生活中，武先生按时的吃药，并戒掉了酒。平日里与同事学员聚餐的时候也都不喝酒，只是喝点饮料。他觉得光喝水有点儿太无味，戒掉酒没有了兴趣，于是每天都会喝很多的碳酸饮料和果汁来代替水。武先生很注意自己的身体，鱼、虾、生蚝等的海鲜，猪腰子、猪心、猪肝等动物内脏，这些高嘌呤的东西，武先生都没有继续吃了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还没有到复查的日子，武先生感觉到腰部很疼痛，排尿也很困难，自认为是这几天训练过多，没时间喝水，可能腰部不小心扭到了，没太在意。这一天下班回家后，武先生和妻子说，感觉排不出尿，腰痛也更加的剧烈了，而且感觉疼痛已经放射到腿部和脚部了，腿和脚也很痛。妻子很不放心，急忙带武先生来到市人民医院。刚到医院还没来得及挂号，武先生就晕倒了。医生问过病情后得知，之前的体检显示尿酸值偏高，立马进行了抢救，并做了尿检和腿部 CT。 马上尿检结果出来了，显示尿酸值为860微摩尔每升， CT 结果显示腿部关节有尿酸盐结晶。根据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，医生诊断为肾衰。好在来的医院及时，经过抢救后，武先生暂时没有了生命危险。武先生的妻子很是疑惑，对尿酸值为860微摩尔每升也没有概念，询问医生正常的尿酸值该为多少。男性尿酸的正常值为149至416微摩尔每升，上次检测时为450微摩尔每升，开了药，并且叮嘱了小武不要吃高嘌呤的食物。怎么这次升到了860微摩尔每升，都快翻倍了？医生说，自从上次体检完，我老公按时吃药，平日里也不乱吃那些动物内脏、海鲜等的高嘌呤的食物。在家时，我们也很少点外卖，经常吃菠菜、腐竹、豆皮等，我们吃的也比较清淡了。武先生的太太说道。对了，我老公还成功戒酒了，我们现在只喝一些饮料和果汁，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喝鲜榨果汁，这样补充了水果中的维生素 C、无机盐等成分，又相当于医生说的多喝水，一举两得。但是为什么我老公的尿酸值反而会增高了呢？武先生的太太补充道。医生听了很是惊讶，说道，高嘌呤的食物不止大鱼大肉，你所说的这些菠菜都是嘌呤比较高的食物呀。果汁虽然是新鲜的水果现榨的，但是它里面也含有丰富的果糖，也会诱发高尿酸，这些饮食都是错误的。武太太听后更是大吃一惊，原来自己每天精心为武先生准备的饭菜都是不合适的。本想着不能吃大鱼大肉，那就做点儿清淡的蔬菜，没想到自己这样做反而害了老公，
武先生不爱喝水，自己变着花样的为武先生榨果汁，买了各种各样的饮料，也是错误的做法呀。武太太不断的自责，因为武先生是健身教练，心想健身对于尿酸值增高会不会有影响，也赶快咨询一下医生。医生说可以适当的进行体育运动的，但是体育强度不要太大。那么小武有没有吃蛋白粉一类的增加肌肉的食物啊？有啊，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吃蛋白粉，这是健身人的必备品。他已经喝了好多年了，武太太说道。医生对武先生的这些做法都表示惊讶。他原本为了降低尿酸的这些做法，却使他的尿酸更高了。他的这些生活习惯都是导致尿酸值升高，造成肾衰的导火线啊！而且身体已经发出信号，他却没有重视。根据武先生的现状，我们来谈谈尿酸增高会有哪些的表现，以及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的避免尿酸增高。一、尿酸增高，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？一、上厕所出现的异常，足以提醒尿酸增高。尿酸以尿酸盐的形式析出时，较大的尿酸盐不易地排出体外，会导致肾绞痛、尿路感染等的症状。较小的尿酸盐随尿液排出时会看到有细小的泥沙样。肾小管、肾盂、输尿管等处被大量的尿酸盐堵住时，尿液很难排出，会出现少尿或者是无尿的症状。正常的尿液是淡黄色的，如果尿酸增高导致肾功能损害后，会使蛋白尿异常，出现蛋白尿。如果尿液出现浓茶水、血肉样等颜色，也应关注。如果看到尿液成分、多少、颜色等情况都出现异常，都应及时就医。二、关节处也会发出异常来提示尿酸升高。尿酸盐最喜欢去人体的手指关节、脚趾关节等的关节处。如果尿酸含量越高，到达这些部位的尿酸结晶就越多，这些部位就会出现肿胀。在这些关节发生运动时，肿胀处就会疼痛。文中武先生的腿部、脚部已经发出信号，提示尿酸增高。了解到尿酸增高身体发出的信号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武先生本要精心准备降尿酸值，却使尿酸增高的做法有哪些。二、睡前3个习惯正在慢慢的掏空肾。有的做法看似是为了保护身体的健康，实则是害了自己，让病情更加的严重。武先生睡前常做的几件事，让他的尿酸值更高。我们来看看是哪3件事。一、为了增肌，睡前喝蛋白粉。绝大多数健身的人都会选择食用蛋白粉来增加肌肉。一般的情况下，适当的食用蛋白粉对于人体是有益的，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。但是尿酸高的人进食过多的蛋白粉会影响身体的健康，主要是影响肾脏的代谢。蛋白粉主要是由氨基酸构成的，人体进食蛋白质后，在体内会被水解成氨基酸，经过消化处理后生成含氮和不含氮的部分，其中含氮的部分会成为尿素，随着尿液排出体外；不含氮的部分成为了脂肪、糖类，为人体提供能量。含氮部分随尿液排出体外的过程要经过肾脏的运作，当进食的蛋白质含量多时，需要排出体外的量也就多，肾脏一直处于超负荷的状态。肾脏的工作越多，那么衰老的也将越快，导致肾脏功能下降，还会引发肾结石、肾衰竭等的疾病。文中武先生每晚都进食大量的蛋白粉，会使过多的需要排出体外的含氮物质都积累到肾脏，而不能及时的排出，对肾的损害将更大。总的来说，高尿酸的患者尽量的少吃高蛋白的食物。上述谈到的蛋白粉，高尿酸患者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这些食物，更要注意不要在夜间睡觉前进食。二、不喜欢喝水，常年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喝果汁以及碳酸饮料。常言道，水是生命之源，人体每天需要喝1500到2000毫升左右的水
才能够满足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超市中琳琅满目的饮料供大家挑选。现在大多数人也都喜欢喝这些饮料来取代没有任何味道的水。很多人认为鲜榨的果汁里面充满了丰富的维生素，而且自己在家做，不会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过多的糖，更加的有营养。一次榨3个苹果或者是5个橙子才能够榨满1杯果汁，这样喝果汁也达到了多吃水果的作用。这种深受人们喜爱的饮料果汁中都含有大量的果糖，果糖在人体中会促进尿酸的生成，导致尿酸值增高。果糖还会使肾尿酸排泄量降低，进一步导致尿酸滞留在体内，从而使尿酸值增高。尿酸在体内滞留，不能排出体外，大量的尿酸只能堆积在肾脏内，严重的危害肾脏的功能，会引发肾脏的并发症，如肾衰竭、尿毒症等。碳酸饮料百害而无一利，无论身体健康与否，都应该拒绝碳酸饮料。而果汁虽然无添加剂，但是一次也不可以喝太多，适量饮用即可。最好是吃新鲜水果。晚上睡觉前切忌饮食过多的碳酸饮料和果汁。3. 睡前憋着尿，一觉到天亮。现在很多人在睡前都在床上看手机，刷着抖音，困意来临时都来不及上厕所，常常憋着尿，一觉睡到天亮。有的甚至憋着憋着尿意减少，第二天早上都不去厕所。憋尿会使身体的很多毒素都沉积于肾脏中，不能排出，长时间不排出就会使毒素不断的增加，尿液会逆行进入到肾域，会引起肾积水，同时毒素也会带入到肾域，严重的会发生肾盂肾炎。而尿中含有大量的尿酸，尿酸不能排出时会以尿酸盐的形式沉积于肾脏内，引起肾脏病变，严重的影响到肾脏的功能。对于伍先生这种尿酸本身就高的人来讲，长期憋尿会更加的破坏肾的功能，引起慢性的肾盂肾炎、肾衰竭等的并发症。不管是健康人还是肾脏本身有疾病的患者，都应该多喝水，勤排尿。通过伍先生亲身经历所带来的血的教训，我们要做到睡前不干这3件事：不在睡前吃大量的蛋白粉，不在睡前喝过多的碳酸饮料和果汁，不憋尿。身体出现的任何一个小的信号，我们都不能忽视，这可能是身体来警告我们的。尿液不论是出现量的异常还是颜色的异常，我们都应该重视，及时去医院做个尿检。当身体发生肿胀疼痛时，也应该及时的就医。都说祸从口入，在饮食上，尿酸高的患者更应该的注意，不进食高嘌呤的食物。高嘌呤不仅包括大鱼大肉、海鲜、动物内脏等，还包括菠菜。一定要了解哪些食物是高嘌呤的食物，要多喝水，勤排尿，少吃高蛋白食物，定时去医院复查。肾衰竭越来越多，肾脏健康离不开良好的生活习惯。如果有掏空肾脏的习惯的话，最好早点改掉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